提到北投，大家脑袋里浮现的画面是什么？是不是泡个温泉，吃碗拉面，拍张照就收工回家了？生活体验营的雅令和 John 这次要带你玩点不一样的。这趟2天1夜的北投之旅，我们不赶路，不走马看花，我们要用感官重新开箱这个热门景点。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贯穿北投精华的北投溪。你看，温泉热气在溪面上氤氲缭绕，远远望去，就像走进了宫崎骏的动画场景。雅令正闭着眼感受这阵温暖的烟雾，感性地说：“这就是大地的呼吸。”结果旁边的 John 盯着溪石上那片浓郁的绿色，语出惊人地说：“这青苔长得真茂盛，看起来很有历史感。”其实这满眼的绿色不是 John 口中的青苔，更是北投溪特有的生态色彩。我们试着放慢脚步，不急着去下一个景点，而是蹲下来看溪水的流动，听听热气与微风交织的声音。你会发现北投的慢藏在这些细节里。在接下来的2天，雅令和 John 还会带大家去寻找那些隐藏在巷路里的古迹背后的故事。北投到底还能怎么玩？是跟着导航走，还是跟着心跳走？跟着生活体验营，我们一起在烟雾缭绕中重新定义旅行的意义。来到北投温泉街，味蕾的第一站绝对不能错过连续蝉联米其林的双月食品社。这里最出名的就是那碗料好实在的鸡汤，鸡肉弹牙，汤头鲜甜，喝一口就能感受到满满的诚意。在微凉的北投街头，雅令跟 John 先点上一碗补补气。虽然排队人潮不少，但为了那口纯粹的家常美味，这绝对是开启旅行最完美的仪式感。走在被誉为全球最美的北投图书馆旁，很难不被前方那棵巨大、盘根错节的黄锦老树吸引。粗壮的枝干像是大地的触角，往四面八方延伸。充满冒险精神的雅令看到这壮阔的景象，一时兴起，竟然灵活地爬到了树上。抬头往上看，全是满满的树根，那一刻，仿佛自己也成了这片森林的一部分。John 在下面看得目瞪口呆，却也不忘赶快按下快门，捕捉这难得的人与自然共融的瞬间。脚下的这条北投溪，其实承载了上百年的历史。从凯达格兰族的传说到日治时期的开发，这里曾是全台湾最重要的温泉发源地。看着溪水中冒出的阵阵白烟，这不只是温泉，更是时间的轨迹。溪床中那些珍贵的石头，孕育了举世闻名的北投石，让我们在享受现在的风景时，也仿佛听见了100年前温泉乡的繁华与低语。今晚我们入住的是水都温泉会馆。说到这，真的要大呼太幸运了，我们只花了约2000元，竟然惊喜获得了超值升等。一进门，宽敞的房间摆着2张床，最让雅令跟 John 兴奋的是浴室里那个超大双人按摩浴缸。打开水龙头，热腾腾的泉水喷涌而出，在房内就能独享私密又奢华的泡汤体验。这价格，这空间，简直是这趟旅程中最大的小确幸，让人一躺下就想直接进入度假模式，真的太划算了。泡完温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我们沿着温泉木栈道缓步慢行，夜晚的温泉博物馆在灯光勾勒下，红砖墙显得格外典雅，半圆形的窗棂散发着异国风情，仿佛带我们回到了100年前的繁华时光。旁边的北投图书馆像是一盏伫立在森林里的巨大木造灯笼，透出和煦的光芒，映照在周围的绿意中。我们静静享受这份远离尘嚣的浪漫氛围，沉浸在黑夜包裹的建筑美学里。接着我们走到街上觅食，选了一家看起来颇有质感的拉面店，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一顿价位不便宜，但口味却让人遗憾，尤其是那明显的组合肉，让我们瞬间从云端掉到地面。
虽然晚餐踩了雷，但街上的风景补偿了我们。充满日系风情的道后温泉花灯在街头亮起，缤纷的色彩让人以为一秒出国到了日本爱媛县。这里还有超贴心的手汤台，雅丽兴奋地把手伸进温暖的泉水中，满足地说：“手热了，心就暖了。”这种随处可得的温暖，就是北投最迷人的地方。好奇心旺盛的雅令注意到手汤台下方石头上布满了绿色的物质，原以为是普通的青苔，还调皮地用手指抹了一下。仔细查了资料，才惊觉这可不是什么脏污或青苔，而是青黄泉中特有的矿物质，正是珍贵的镭。这种由强酸性泉水沉淀出的矿物结晶，才是北投温泉真正的灵魂。走在回饭店的路上，脚下的下水道孔阵阵飘出温泉烟雾，那画面真的像极了日本的温泉街。回到饭店，我们再次沉浸在青黄泉的洗礼中。隔天一早，我们来到了北投温泉博物馆，这里正热闹着。雅令跟着一群兴奋的小朋友，在专业导览人员解说中，听着北投从日治时期至今的辉煌岁月。走进2楼的大榻榻米大厅，那股特有的蔺草香气扑鼻而来。这里曾是昔日浴客泡汤后休憩、交流，甚至是眺望北投谷地风景的地方。博物馆里的惊喜真的停不下来。雅丽先在纪念品区流连忘返，接着穿梭在重现当年风华的各式浴室场景。最吸睛的莫过于介绍早期北投大饭店的桌菜文化，摆满了奢华料理的模型，让人看得目不转睛。旁边还有充满怀旧氛围的拿卡西历史介绍，像是能听见当年的风琴声与歌声。接着我们下楼来到浴场区，走进了充满历史感的男汤与女汤。雅令化身专业导览，为大家介绍北投珍贵的3种泉质，带着酸性矿味、稀有的青黄泉，色泽如乳汁般滑顺的白黄泉，以及富含铁质、氧化后呈现铁锈色的铁黄泉。现场还有超酷的3D 合成泡汤影像，让雅令能透过镜头虚拟体验泡汤乐趣。看着那些保留完好的小房间浴池以及壮观的公共大浴场，每一个场景都像是电影画面，完整呈现了北投作为温泉乡的全盛时期，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当我们走进这座拥有宏伟拱柱的罗马式大浴池，震撼感油然而生。镶嵌的彩绘玻璃折射出斑斓光芒，映照在宽阔的池水中。这在当时可是东亚最大的浴场。雅令站在池边，感叹这简直是把欧洲的宫廷奢华搬到了北投，每一处细节都充满了优雅的艺术气息。最后，雅令带我们瞻仰这里的镇馆之宝——一颗重达800公斤的北投石，这可是全世界唯2以台湾地名命名的稀有矿石，气场真的非常强大。除了古迹，现场还有许多台日合作的文创艺品，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火花。最有趣的是那套3D 拟真实物介绍，桌上摆着诱人的寿司与拉面，栩栩如生的画面让刚看完桌菜文化的我们肚子都不自觉地咕噜叫了起来。在离开前，我们进到了一间布满灯笼、鼓扇，并设有象征古琴艺术装置的文创房间，唯美浪漫的氛围非常适合拍张大片留念。结束了这场丰富的北投温泉博物馆之旅，雅令跟 John 要赶快去吃午饭。请大家擦亮眼睛，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造访号称台湾版的四季彩之丘。不要怀疑你的眼睛，我们现在就在北投3层旗公园。刚抵达时，你可能只会看到一段平淡的阶梯，但请跟着雅令的脚步慢慢往上爬。随着高度增加，呼吸带着草香的空气，就在踏上最后一阶的那一刻，眼前豁然开朗。
映入眼帘的是满山遍野、纵横交错的彩虹花毯。这里利用了山坡地自然的起伏地形，交错种植了银叶菊、四季海棠、孔雀草，还有薰衣草。大片的粉、鲜艳的红、明亮的黄，就像是大自然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一条条色彩斑斓的花带顺着坡度流泻而下，壮丽的程度真的让人仿佛瞬间瞬移到了日本北海道。我们在这里不赶路，就是静静地看着微风吹过花穗，带起阵阵色彩的涟漪。很多人说北投只有温泉，但来到三层崎，你会发现北投的生命力是彩色的。这片从1月延续到春季的美景，绝对值得你为了这份震撼专程走上一回。这不是滤镜，这是北投最诚恳的自然献礼。为什么这里能拥有如此独特的地形呢？这就要从它的名字三层崎说起。在地理上，这里是由大屯山脉延伸下来的坡地，因为有着层层叠叠的3层山道轮廓而得名。但这片美景背后，其实藏着一段沉静的历史。早年的三层崎曾是北投陶瓷产业的重要基地。大家可能不知道，北投曾是台湾陶瓷的故乡，这里出产优质的白土，著名的大南窑就曾坐落在这一带，生产过无数精美的陶瓷器具。随着时代变迁，这里一度成为了安静的牧区，直到近年，透过都市计划的翻转，这片充满故事的坡地才正式华丽转身，从沉重的历史记忆转化为五彩缤纷的市民公园。这种从荒芜到繁花似锦的蜕变，让雅令感叹这里的一草一木其实都承载着北投重生的生命力。雅令兴奋地穿梭在花丛步道间，不管从哪个角度拍，背景都是这片饱满的色彩。而John则指着远方说，这里不只能看花，天气好时还能远眺关渡平原与纱帽山的轮廓。城市的天际线与脚下的花海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北投独有的魔幻写实感。这趟2天1夜的北投之旅，我们玩的真的太丰富了。从入住超值升等的水都温泉会馆，惊喜地发现青黄泉留下的雷矿物质，到漫步在夜色下的温泉博物馆。虽然晚餐那碗拉面让我们小踩了一个雷，但隔天三层崎花海的壮阔瞬间补足了所有的遗憾。北投真的不只是泡温泉而已，只要你愿意慢下脚步，跟着生活体验营的雅令与 John， 你会发现这座老温泉乡处处都有令人心跳加速的新发现。我们下次见。